朗普上来了以后太天真了，很明显的就是刚开始通路商他可以把物价没有调得很大，可是他没有多久他就开始调整物价了。其实，在特朗普盯不到的地方，物价已经悄悄的在往上走了。沃尔玛他本身知道川普不会去吃那个40块的套餐，忽悠这个川普，而川普也很开心的被糊弄过去了。说你看这个完全没涨价，中产阶级快速的流失，所以所有的错都是川普的错嘛？还是川普很容易的被沃尔玛忽悠？好，观众朋友，即将要到来是在美国的感恩节，今天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火鸡价格，在这个时候说是暴涨幅度高达了40%。另外一方面，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他说北京已经停买美国的大豆了。全球的粮价风暴是否正面的全面引爆呢？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美国的粮食霸权会在今年的冬天断掉吗？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政府关门到现在43天了，但是现在的重点是，虽然政府的门要开起来了，但是感恩节呀，变成了一个通膨的修罗场。现在美国的通膨实在太严重了，当中感恩节美国人都会吃的火鸡暴涨幅度预估现在落在40%左右，餐桌也缩水了。川普还在这个时候喊说美国没有通膨，美国人这个感恩节到底要怎么过呢？另外一件事情来看到，西川会不是才刚落幕吗？美中看似谈得不错，但是彭博却在这个时候爆料说，北京突然踩刹车，不买美国大豆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中国为什么在第一时间突然间转向了？那么美国的农产品还是在中国的战略名单上吗？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来关心中国，同时对美国大豆跟巴西的大豆亮起了红灯，但是却是用比较低的价格来大举扫进了阿根廷的低价货，是在重塑全球的大豆供应链吗？美国在这时候还能掌握得住所谓的粮食定价权吗？还是在中国手里呢？今天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好，赶快来关心的是政府关门到现在43天，终于最新消息来自于众议院的投票已经通过了，会来重新开门。不过12号这一天要等到川普正式的签字，才可以确定是开启了门，那么美国公务体系才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但是即便开门，现在美国人民要面对的问题，刚刚提到的就是通膨了。尤其现在感恩节将至，我们赶快来看看目前在整个吃饭上面来说，对美国人是最有感的，因为涨幅是最多的。光是今年9月份的涨幅高达了将近3%，但是我们来看到2020到2024年这4年之间，食品的总成本竟然暴涨幅度高达了23%，其中美国人在感恩节会吃的火鸡因为今年也受到了禽流感的影响，所以鸡只剩下1.95亿只，创下40年的新低，再加上通膨导致这个火鸡的价格刚刚提到了暴涨幅度高达了40%，在这个时候，沃尔玛赶快推出他们的感恩节套餐，当然里面会有火鸡那么即推出的这个套餐是$40，他们说呢，这个$40的套餐可以供给美国的一个大家庭，大约10个人一起来做享用，换算下来$40，10个人，一个人只要付4块美元，也就是新台币大概100出头就可以吃得到了。但是媒体也在这时候很酸啊，说对啦，价格是很便宜没有错，但是呢，你这个分量是完全在缩水，变成了一个减配的菜色。在这个时候，川普还是很自豪的说，沃尔玛推出的这个套餐$40比去年还要便宜5%，都是他的政绩，因为现在美国几乎是没有任何通膨的问题。CNN 在这之后很酸川普，他说，你都感受不到吗？现在美国境内通膨居高不下，美国人接下来恐怕现在更多人将会一无所有。而确实，财长贝森特在美国内部早就已经感受到这个通膨的压力，所以他也开始喊话，要针对重大的宣布，他说要针对这一些美国不产的商品价格来做这个压低价格的动作，包括了针对咖啡跟香蕉等等，还有针对牛肉的价格最近狂飙，他说要来做一个调查。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感恩节逼近，美国政府刚开门，但是火鸡价格暴涨了40%，食物成本刚刚说了4年暴涨23%，美国人在今年的感恩节得承受多大的压力？首先谈一下这4年以来食物的成本，您提到了说暴涨的23.6%，这不完全都是川普的错，
啊，因为这里面也有一大部分是拜登本身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拜登任内的时候，他几乎推的是无限量宽松啊。当然这有点是夸张的一种表示，但是这表示说，拜登在他4年的任期的时候一直印钱。他不断的印钱，他一直在发行公债。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啊，也就是说，他发行了大概1万多亿左右的公债，那就当然。你的钱一直在印，一直在印，一直在印，那当然这个通货膨胀也会被你的这个太大量的这个 M2啊进入市场所拉起来，所以我觉得拜登在这个部分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接着就是川普要负第2部分的责任了，也就是说，今天美国人为什么会过得那么苦，那就是特朗普了。特朗普上来了以后，他天真的啊，我讲是太天真了，他天真的以为说关税真的是出口商来支付，他天真的认为，但事实上是所有的证据都已经告诉你说，进口商负担了50%以上，甚至到60%，而零售商就是通路商负担了30%，所以出口商顶多负担1%不到。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很明显的就是刚开始这些通路商也好，进口商也好。它因为仓库里面还有一些积压，它可以把物价没有调得很大，可是它没有多久，它就开始调整物价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看到，当特朗普在定的那个物价的时候，其实在特朗普定不到的地方，物价已经悄悄的在往上走了。好，那等到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通路商本身他也受不了了，他开始转嫁到这个消费者身上了。物价就全面性都在上来，这个已经是更为明显了。现在的 FED 的估算是下半年，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如果关税不变的话，那整个都会反映在消费者身上，所以这个关税会几乎全部都反映在消费者身上，物价还会有一波的涨势。那这个对联准会在控制这个它本身的要降息这个部分难度就很高了。对。所以目前估计很有可能年底才会有一次，也可能如果物价还是控制不了，一次都不降。好，现在美国的感恩节为什么会被凸显出这个问题？我倒觉得要注意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沃尔玛它本身知道川普不会去吃那个40块的套餐，所以他推出阳春版的套餐。忽悠这个川普，川普也很开心的被糊弄过去了，说你看这个完全没涨价。其实大家都知道中产阶级快速的流失，当然还有您谈到的禽流感。可是禽流感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啊，你可以透过进口来平衡你的这个火鸡的物价的问题啊。但是你的关税摆在那里，你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所有的错都是川普的错嘛，还看不出来吗？那但是川普很容易的被沃尔玛忽悠，沃尔玛很厉害啊，他糊弄川普的本事一流。好，我们一方面是看到这个感恩节将近，美国的通膨问题是让这个川普，我相信他已经暗自的感到忧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对外中美的这一场大斗战火，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升温。因为原本说这个习川会之后，看起来中美之间谈得不错。中国在习川会后不是承诺了吗？说会买美国大豆，那量是说年底买1200万吨，那么接下来之后会再持续的加码2500万吨。结果来自于彭博还有其他外媒的最新的爆料说，北京已经停买了美国的大豆。那专家就说了，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大豆虽然说已经恢复出口给中国，但是还是会被课征13%的高关税，那么还是会让大陆亏本的。所以说，大陆其实没有理由一定要买美国的大豆，而且从过去的历史，这也可以证明说，中国大陆在大豆这方面是很有底气的。今年5月停买了美国大豆之后，大陆是立刻转向了巴西，那么狂买前9个月的这个量达到7200万吨，当时买这个巴西的大豆的占比高达了70%，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巴西竟然趁机哄抬价格，每吨价格从580变成650美元，这让中国很火大，于是宣布12月到明年的1月。巴西的大豆订单要全面的暂停。那中国的底气来自于他自己有战略的储粮4500万吨，说可以撑半年之外，他们也可以跟
这个阿根廷来扫货，因为阿根廷已经取消了它的出口税哦，所以大陆是立刻扫了130万吨的这个阿根廷大豆，比巴西便宜了整每吨$200，11月就会到港了。委员如何看这个川习会之后中国的这一步？我觉得彭博社这个爆料是有问题的哈。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停买大豆，停买美国的大豆。都还没开始买，什么时候会有停买的问题呢？对呀，根本动都还没动。那我跟各位解释哈，买大豆跟我们到超商去买一个便当性质是不一样的。通常这种大豆商是要先订到船舱，先订到船舱，它有点像旅行社，我订不到机票，我怎么带团出去啊？啊，它一定要全世界可以运的这种散装货哈，才不过3000艘。你没有事前订，你到年底你到哪里去订啊？所以假设是习川会啊，开完会好了，那这些开始觉得可以买了，我去下订单传，至少2个礼拜啊，然后2个礼拜已经到了11月下旬了嘛，那下旬了以后开始要进货的时候。从巴西订，搞不好现在还在下订单而已啊。对，从美国搞不好现在还下订单，所以根本8字都没一撇了。什么叫做停买大豆啦？我知道有很多的大陆的大豆进口商都还在帮忙到处在找船啊，但是有人说运费突然间贵很多，我到底要不要临时去抢船？临时抢船运费当然很贵，而且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运费贵哦，反而比那个。更严重，比关税啊，比那么更严重，因为在飙涨的时候，波动幅度非常大。没关系，再等等看哦。如果说到了1月份都还没有进口美国大豆，那才是真的停买美国大豆啦。那这里面不完全是政治因素，跟经济因素有关。本来美国大豆的价格是比巴西跟阿根廷来的贵，就现在巴西涨上来了，比美国大豆还贵，最贵。而美国大豆的榨油量又比巴西好，你现在涨上来了。那阿根廷的大豆也比美国大豆差，那可是人家便宜啊，便宜就抵过一切啦。何况本来阿根廷很奇怪，什么出口税啊，就现在取消啦，取消了，等于整就是比这个大巴西、美国大豆便宜很多。你如果进口商当然拼命先赶到阿根廷去扫货，那这个事情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是在。那个10月初就有了，所以他现在扫一扫，11月到货刚刚好啊。这整来讲，一个大豆进口通常要花2个月的时间嘛，所以差不多了哦。你说哇，11月就可以到港，那表示他10月份做差不多哦。因为当时米莱是9月宣布把那个出口税给取消嘛，所以大家在抢单。那阿根廷大豆可以卖的也没有那么特别的多了哈。那抢完了，那一比较一下，巴西比美国大豆如何？从经济考虑，就回来买美国大豆。所以我预计，他如果大陆的进口商应该到港的时间点就是1月份。好，我们看到，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说这个彭博的消息不属实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确实在买大豆上面选项很多，有巴西、有美国、有阿根廷，是不是等于说掌握了重要的议价权，也不再握在美国的手里？张晋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大家必须要了解哦，这个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的环节。中国大陆一直是就是长久以来都有计划了，希望透过租地或者买地在其他国家租地买地自己来种，或者建立长期的契作合约，而且呢，国内本身也要在积极的开发耕地，譬如说它的新疆开发耕地就很有成绩。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中国大陆本身自产的大豆确实品质在那边没有办法赶得上美国，尤其是这个大豆不光是要用榨油，它也是重要的饲料的来源，那个蛋白质跟榨油的这个率，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指标。所以货好跟这个就是说它的价码这之间有一定相存的这个依存关系。但诚如刚才委员所讲，我们经常还是会碰到产销失调的问题，就是产销之中还牵涉到就是所谓的船运等等这些的问题。所以中国大陆其实是一直把它当作国家安全的议题来做。所以它目前呢，罩门是在于育种。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大豆的育种上面一直是相当的弱，所以它也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尤其是玉米或者麦这些再继续提升。第二是它的存储
存储这个确实是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而且无论是就是从氮气存储或者说干燥存储，这个在各国的话，其实有一天我觉得这个科技甚至都可以出口。最后一个呢就是化肥，它生产的化肥确实也能够达到自给自足，而且甚至呢也跟就是说它的大购订购的产销商之中用化肥然后去换来做，所以呢，我觉得说今天到底谁能够掌握市场啊？就是只要能够此处不买爷，自有买爷处；此处不卖爷，自有卖爷处。终究买方市场跟卖方市场猪羊变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好，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中美之争，在这个川习会之后，没有想到真正的大戏才刚开始。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习近平的战略布局，一手呢买大豆来设局，但是另外一手反逼川普吞下港口费，还让美国背上了20兆美元的定时炸弹。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来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确实这一招习近平下的蛮绝的。表面上说要美国呢来开始我们中国跟美国买大豆来装和气，但是其实是在挖坑给川普跳吗？因为美国的大豆经过税后，竟然还是比巴西的大豆贵了13%。大家在看说中国是真的有想买美国的大豆吗？还是呢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再持续的逼川普再让步呢？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中国方面是以贸易为杠杆，逼川普暂停的港口费。就在此刻，美国工会也跳出来怒批了，川普你这样子对中国让步是出卖我们的造船业，那么大陆等于是反掌握了航运的话语权吗？最后我们来关心到的是最高法院持续在审理有关于川普的关税是否有违宪的这个问题。那么最新消息呢？川普的关税如果确定是违法的话，美国得多吐回20兆美元的金额。川普说了，这对国家来说是安全上的大灾难。因此呢，他另外一头持续发2000美元的大红包，希望能够救自己的民调，真的能够做到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在川习会之后，大陆的动作非常的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背后有哪些杀招？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招，就是由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的宣布，要恢复3家美国企业的大豆出口的资格，并且解除部分的木材进口的禁令。那么也会停止加征10%的关税。但是重点来了，中国对美国大豆的关税还是有13%，等于说巴西的大豆价格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专家不预期中国接下来会持续向美国来购买大豆，真的是这样吗？大使怎么看习近平这一招是要逼川普再做更多的让步吗？怎么看？其实他们这个外面的报道，他们的协议基本上它有一个时间跟量的一个协议了，也是中国大陆要在最后2个月至少才买1200万吨嘛。那这是一个数目，我想也就美国人来讲，他一定会有这种期盼，或者甚至有要求，双方应该有默契，所以大陆决定买美国的大豆，应该是一个政策性的决定。那也会有政策性的进口，那不过你进口商当然不可能让你去赔钱啦啊。不过就变成就是说，我想政府一定有政策会让这个对美国方面的谈判的一个结果获得落实了，不可能说都谈好了，川普也在外面讲了，就2个月以后说一颗大豆都没买啊。那对习近平来讲话，他也很难对外面这个尤其对美方他展现出这个所谓的他的气魄嘛，对，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会尽量的落实可能落实中间会有很多的问题出来，那这些问题还需要双方继续去谈。那我对美国的这个大豆农夫来讲，大豆是不能等的，有些你要收还是不收的，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决定的话，对川普来讲是没有帮助的，因为现在很多大农他豆子还在田里面。马上开始下雪了，你这些收还是不收？对。然后呢，你收了这么多，你还没有这么多地方可以储存呢。上次他已经那个豆仓年久失修都爆了，所以他这个是相当急的。那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的问题，基本上都要从源头开始，因为领袖决定的事情，下面才去怎么样，才去执行。所以他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在执行，我们来检讨我们执行
上一次中美元首会谈中对于双方贸易的一些原则性的决定的执行方案，所以他们常常3个月有句式，就是如果说元首讲好的话，下面就是要执行，问题一定会有。可是呢，我自己认为就是说，既然是解决双方贸易都有让步的话，那这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个等于一个让步。那么美国的话，事实上的话，他也做了蛮多的。他本来对中国大陆所有的这个商船中国制造商船，他都要征港口捐呢。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现在美国就把这个退了，所以双方各有让步。那如果说在执行上出问题的话，我想会出现很多纷争的。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既然是双方的承诺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会去做到。而且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我看过去的资料，这个大豆不仅是只是食用的问题了，就是说当做让民众饮食，它也是制造生质柴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料。是，所以既然就是说当做能源的一个来源的话，我想这些量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要消化的不是问题。好，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在 APEC 之后，我们看到中方是立刻做出了一些初步的让步，在大豆上跟美国开始做一些的购买。那么美方则是在港口议题上对中国大陆来让步，双方稍微都各让一步。我们持续来看到，确实现在白宫呢也最新公布了跟大陆就经贸关系达成的最新情况，也就是呢，在2025年今年的最后2个月，中方会购买1200万吨的美国大豆。那么明年呢，一直到2028年，也说了中方会购买不少于2500万吨。当然了，习近平就说了，我们买这么多的大豆，总是要有船来装吧。刚刚说了嘛，这个2年之间，2026到2028不少于2500万吨，他就说了，至少需要150到170艘的巴拿马型的散装船才能投入啊。那么运力需求呢，预估会提升大约8%到10%，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美方决定要暂停对于中方的相关的船只港口费的审查，也搁置了这些针对造船业跟海事的双方的调查，为期时间长达1年哦。那同时间呢，这样子的一个让步一出来之后，美国的工会尤其是钢铁工会就怒批川普，他说：“川普啊，你出卖了美国的造船业，让中国可以继续的垄断在海运跟造船领域。”上志哥又怎么看？首先讲一下这2天的大豆啊，这2天在美国的亚特兰大的这个一个农业的一个机构就这2天，然后呢大举的对于中国大陆嚷嚷说，你如果没有在2026年购买2500万吨，我是指就明年他就说美国应该要继续发起关税战，这是农业的组织就现在才开始，中国大陆要恢复采购大豆。民间机构里头这么嚣张的也还是有所以这里头其实也引起大陆很多网民当中很愤慨。是，但我们要知道，其实中国大陆的采购大豆，它不是民间采购，它是国家采购，是中粮这家上市公司、国企上市公司统一采购的。所以目前知道的，比如说包括我们知道说先前说100多万吨的，已经确定有订单的，人家也不是傻的就买，单这100多万吨是12月采购1点。2月跟3月陆陆续续采购1点，要确定说至少这3个月美国有信守川协会的承诺，所以人家就很聪明了。当然就如同刚刚讲，我们过去现在川协会觉得大豆这个小猫咪根本不占这个部分，有什么好特别谈？为什么要谈？就刚刚其实思敏提到的，因为大豆跟农民有关，运输大豆就需要船运，而船运这一点刚好就可以打破美国先前禁止中国船只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困局，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搞清楚了，原来大豆中国让步，是因为用这个来突破有关于美国方面船运的这个技巧，所以这个谈判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回到船运，我们就讲说，其实美国各方面来讲，早先其实是因为以军工业为主，他们要跟南韩，要让南韩帮他们造军舰。这件事情跟包括其他可能潜艇跟军工业的部分，让美国方面的钢铁业的部分非常非常生气，所以这股怒气其实是延续下来的。最初是这一点，就那么大的订单要造，难道我们美国工人没有办法造这些船吗？而且这个订单都是上百亿的美金的部分的订单呢，所以延续到现在，我们看其实大豆这个船的本身只是这股愤怒当中的延续而已所以这里头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就是在旁边看，
那终究是你美国政府之间的问题，而且很多可能是初级统治出去到南韩。那中国大陆的船运因大豆运输跟相关的船运，这个关税只是边缘的这个小猫咪而已了啊。不过我们必须得说，这里头非常值得注意的部分是，中国大陆的这些让步，为什么在川习会之前那么样的强硬，包括稀土的强硬，为什么川习会之后感觉起来好像大松懈？是先前是装的吗？我想只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其实现在对于中美之间，不能只看眼前谈判的结果，在研究川普政府、研究共和党、研究美国整体的对中国的部分的长期竞争，尤其涉及到制裁战，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是中国大陆长期的战略。有时候前面很紧，川习会松一点。可不是让步哦，而是在松紧当中来了解美国在处理各种的制裁有哪些牌，感觉起来牌要丢光喽。而且这里头松松紧紧的面对，其实看美国的反应，果然你看贝森特回去没2天就在那边就是很不安，会有很多狠话就出来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中国大陆在寻求长期对美制裁战，比如未来如果两岸战争或等等的，也会有制裁战。他把后面的制裁战拿到先来演练，把美国的牌全部逼出来。这是我们在看现在大豆跟船运当中背后深层的意义，大家要同时了解。好，那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大家在看说，不管是大豆或者是在造船业，美国民众的感受就是说，好像美国也没有大赢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川普的压力除了来自于外部的这些议题之外，现在大家就在看说，你一直主打的这个关税战，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也没有大赢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最高法院啊，持续在审理有关于川普的对等关税的政策。那么最高法院认为他有违法啦，但是呢，现在确定的事情是，如果一旦确立真的败诉的话，美国就必须要退还20兆美元的关税，再加上投资的收入。川普说了，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对于国家安全来说是一场灾难。所以他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他，因为他的民调大跌哦，他在计划要抛出关税红利，也就是说拿到的关税会发给每一个人，除了高收入所得者，那么2000美元的一个收入，这样子就能够安抚民心吗？那如果这个关税政策翻车的话，20兆美元要退回来，是否如川普说的危及国安？干哥怎么看？不会啦，其实我跟你讲，川普还有另外一招，他有 B 计划嘛，对不对？但是他在任内他一定要这样做下去，为什么？人家记者就问他说：“你认为这个川普，我们在这个关税战之中，如果我们打败的话，美国人民要负担多少？”他说：“啊，这只会负担一点点而已。他的一点点哦，对一般家庭来讲，可能会压垮他们的生活。对，但是他当然要这样讲啊。你要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跟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都已经判你违法了。你就算援引1977年那个时候的叫《国际经济权利法案》，也不是身为总统可以一意孤行就加征了各国关税从15%到50%，像这样额度的，这不是你一个作为总统人可以一意孤行的。但是他已经做了，那他做了怎么办呢？他只好告诉你说，万一美国因为关税战被最高法院宣判败诉，要赔20兆。赔20兆不是你看得见的钱，还有看不见的是相对的投资，那还要再算进去，那就不止20兆。美国国债现在已经37兆了，你要再加上去吗？那就天文数字了。那可怜谁？可怜就是下一代。所以啊，美国的就说他的这个债务到底怎么样？那个川普就讲了，很简单，我们现在已经有收入了，对不对？我们对巴西、中国啊。加拿大等等地方，我们所征到的这个关税呢，我们先发给中低收入户，这个一户发给2000美金，哇，听起来好像很多的样子，而且排富，就是说多少收入以上的人，这些富有的人拿不到，我有排富条款，啊，这样听起来好像皆大欢喜，对不对？可是我请问一下，你这个2000美金是每个月要发吗？还要发到什么时候？他根本没有明确的决定，也许发1个月就没钱了，就跟现在联邦政府没有预算，因为政府 shut down 是一样的道理。到底要发多久？不晓得。川普他就是从来讲话没有负上任何责任的，所以前WTO 的那个秘书长拉米他就讲，他语重心长，他就讲，我说他讲
他说川普，你要是要这样继续玩下去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啊，将来这个已经是变成大国之间的供应链之战。也就是说，你现在只是看起来是中美贸易战，可是我可以告诉你，50年后，就是说这未来的50年，通通都是大国的供应链之战。很简单，就是什么稀土之战，对，晶圆之战，晶片之战，高科技 AI 之战。美国，你确定你能够打赢吗？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习川会，原本看起来好像谈得不错，结果我没有想到呢，川普的飞机才飞回美国没多久，美国就立刻翻脸了。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在面对稀土的问题上面。今天的火线话题3点，请来宾帮我们做解读。第一个，刚刚说的习川会才刚落幕，美国就翻脸了。大陆宣布，确实它会针对于美国的稀土管制会暂缓1年的时间，试图来释出一些善意。结果没有想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这个时候呛中国，说你把枪放在桌上，还说呢，如果你再继续的食言针对于稀土的政策的话，美方将会全面的加税来对你做全面的反击。美国这波回击是真的不信任中国吗？不过他又哪来的底气可以呛人呢？第二点，我们来关心到的是这个黄仁勋啊，针对稀土的问题，他也有提出一些建议给川普。他说呢，希望用我们的辉达的 AI 晶片来换取中国大陆的稀土。没有想到这话一出哦，遭到华府是全面的抵制黄仁勋的建议。中美接下来不管是在科技，也就是晶片战，还有资源稀土战，会全面的脱钩，并且开打吗？最后一点，我们也会来关心的是，川普在本周3呢，针对他的关税战是否违法这件事情，最高法院就会正式的来做判决了。不过此刻川普也呛说，没有人能够拦得住我。最高法院即使审理了关税案，川普还是强硬的表态说，如果真的敢克我，针对我的这个关税做任何的惩罚的话，美国的经济就会崩溃了，是这样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这个川习会才刚落幕，大陆宣布暂停1年的稀土管制。贝森特就直接呛北京，把枪放在桌上，还朝天鸣枪，并且呛中国，再敢食言，川普将会对中国大陆你全面的来做反击，并且加税。那么另外一头，我们看到美国则是持续的加强自己在稀土上面的一个发展。华府加码投资了，最新消息有14亿美元扶植国内的稀土产业。因此呢，这是来自于美国自己的稀土商说，会接下来获得来自于川普的6.2亿的贷款之外，还有5000万的补助，来帮助生产商摆脱对于中国的依赖。黄仁勋则是提出用 AI 晶片来换中国的稀土，立刻就遭到了川普的幕僚介入，封杀任何晶片出口到美国。川普也说不会把这一款晶片给任何人。那这一款晶片本来 Blackwell 要给中国的时候是说它的性能会降低30%到50%，但是确定了是说连晶片本身都不愿意出口给中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是川习会为什么才刚落幕，好像双方尤其是美国已经立刻翻脸，是因为本来就不信任中国，还是他们本来就想好说这关税战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打下去，甚至要重启它。接下来的晶片稀土战，中美双方会各走各路吗？上志哥怎么看？我最大关键是不安。我觉得谈归谈，川习会仿佛有结果，但是我觉得对贝森特所有参与的人都是不安心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看整个时序是这样，在他们谈完之后，刚回到美国，抵达美国，姑且不论川普的他又贴文，第一个反应的其实就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欧。格里欧立刻说，对于301的调查不会停止。他淡淡的提，他并没有那么强烈。接下来其实就贝森特马上其实在接受访问当中就表达了强烈，就是这些呛话。可以说这些呛的话，真的就是批评中没有，其实就是他不安。不安在哪里？就是后来马上我们就看到了，美国方面就立刻公布了川习会的所谓的备忘录。美国方面认为的，其中有4大项跟具体的10个做法。这是美国公布的哦，美国公布就是说中国大陆同意了，所以我们看里面都洋洋洒洒，基本上看了部分你就觉得中国会同意吗？所有基本上就是说是美国的要求，4大项包括清楚，然后10个具体的很细项的做法。可是你说中国公布了什么吗？中国公布没有这些东西，中国公布了大概4个部分，用词里头完全没有说是美国提出的条件，甚至连大豆购买
那个有没有1200吨跟什么时候购买都没有写，只表达说会购买。所以这个部分落差，我觉得就是现在贝森特每一天越来用词越来越凶猛的原因所在。我想其实是这样子，无论知道晶片跟所谓的这个稀土，它就是领先者跟追赶者，一个美国领先，稀土是中国大陆领先，但是大家都已经在追赶了。可是你说这个追赶本身究竟谁能够追上，谁能够撑过多久，有各方不同的看法。但最终来讲，你不得不说，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也是下定决心哦，连稀土都是由美国政府去投资打破他们原有的体制。但重点来了，最后拼还是拼体制的问题。那中国大陆体制，我们不要说它是个国家经济在主导，最重要是中国大陆的基建。你说稀土真的就只有靠稀土的产业链偷挖一些人才，拿到一些技术就能够做吗？那电力能源呢？我们说过，稀土要大量的电力，甚至大量的化学污染的技术，而且现在包括开矿本身，美国现在八字没一撇，中国大陆的开矿技术，包括稀土，已经到了全无人。无人车、无人矿，包括无人的管理在开挖，甚至包括开始冶炼，这个地方到什么地步？中国大陆也不披露哦，只是江湖传闻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的巨大的差距，也是贝森特他们现在巨大的痛苦，因为这一些如果没有达到，中国真的在未来这1年之内可能又卡关的情形之下，这一次谈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贝森特或美国政府没有负案。没有负案，他们不能做到，就要靠中国大陆履行他们答应或他们认为答应的东西。所以这个尴尬点跟不安点，我认为会持续下去，还是会有更多批评中国，而中国不见得会具体回应的这样对峙的状况。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现在美国越来越不安，所以他的态度上又变得更为强硬，然后态度上也变得越来越急。接下来怎么看晶片，还有这一场这个稀土战，谁会赢到最后，谁会撑到最后？聂老师，我一路走来，就看着真是非常有趣。川普1.0版谈了13次，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好像美国胜出啊，那么中国呢被压着打，那当然每次中国在会议中妥协，回去也反悔。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东西呢都给那时候还没有稀土问题给美国，那美国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是整个把他压下去，不让他经济发展。这一次呢，大家非常清楚嘛，奉陪到底，对不对？他一开始讲奉陪到底，而且以牙还牙式的奉陪到底，还有样学样。你看有样学样，包括你晶片以前在华为时候扣我1%什么的，就无洞可钻的那种模式，我也来你这个稀土呢，只要有1%跟这个我们这个相关的供应链的，我一样磕你。再来，你扣我港口服务费，我就我没有那么多船，你没有那么多船没关系，只要你有企业过来的，我一样有所谓的特别港务费，还加个特别，他全部帮你打下去，我觉得很有趣。那刚刚讲到不安，还真的不安了，我觉得他们怕了，他怕了。我请问一下，一个胆怯的人跟人家对话，敢把枪放在桌上吗？表示他不怕了，他胆子大了，底气高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有胆，但现在美国讲不好，连厉害的人还怕人家放枪吗？他干嘛要说中国把枪放在桌上？因为他已经怕了，你放枪我有点胆怯。还加了一个，你只要再敢再做下去，我们就会再加税反击。税你要加到多少？从140几、120几到下来又拉到100，你要加多少税？看起来这个权就永远是只有这一招嘛，就是关税还是关税。重点你拿不出别的招，其实他之前拿了几招都完全不管用。我先讲一下这2样东西真的非常有趣哈。这是5次谈判谈到最后，其实美国不用再谈了，基本上中国就是你来我还是跟你谈，我就配合你谈，我也不很想跟你谈，因为我们知道胜定了。我觉得中国是这样想的，因为什么呢？我把它分成10个阶段好了。在晶片里面说不好听，美国就算达到10好了，所有从EDA从那个设计端到底，中国只拿到7、8，没有关系。它晶片，比如说成熟制程，世界上大家都知道，当时最威论还是中国。可是呢，你要知道，美国现在随便拿到最高，可是中国是有可能突破这一块的。可是呢，稀土不一样哦，稀土如果0到10的话，我跟你讲，美国只有2到3。因为从储量、从产量，最重要的这个分离式的精致冶炼，它根本没有嘛。还有，它现在我们看到媒体，西方媒体哦，动不动日本的海域里面有这个稀土原料啊，要去挖，一下跟澳洲又签呐，一下巴基斯坦又这个开了一个红宝箱，又跟他讲说，我们拿到中国技术要给你啊，这个什么这个金刚石都给他，没有用。缓不济急，而且这种东西太难，它太难的深度，因此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你说你现在讲的晶片和科技，你说科技和资源战，我就直接讲晶片和稀土战比较好，因为晶片的确是科技的隐含，可是你要知道稀土隐含的不只是
资源而已哦，稀土也包括了科技，因为稀土的它17种材料，你到高科技、到军用、到航太是高阶非常多，所以光比稀土的控制以及晶片的控制，晶片你拿到成熟制程的中国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只是做不到最先端。可是中国是有可能突破，而美国是基本上不管从我们讲这是天然物质嘛，就是挖不到，你再怎么去联合，你再怎么去找你的盟友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重点就在这个稀土看起来啊，这个是完全打压了晶片，因此再怎么谈呢，美国呢看到人家放枪会怕了，他甚至以后放了枪都不敢讲话，这是有可能的。是好，这一场稀土战也是源自于原本的关税战。那现在其实我们来看到关税战自己哦，美国的内部的人民对于川普的这个关税战感到非常的不满。于是呢，周三就是本周三哦，明天美国的最高法院就会开始确实的审理川普的关税是否有违法哦。那现在确定的事情，本来是说川普他自己说他要出席啦，但是川普最近又说我不会出席了，并且他在社群发文呛说，如果总统无法灵活的利用我们的关税，美国的经济会走向崩溃。白宫的律师团，也就是帮助川普的这些人也说呢，取消这个关税就是让美国的经济自杀。但是呢，贝森特也强调，就算今天你说川普目前的关税是违法的，我们也会用其他的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贸易法，让这个关税战可以继续的打下去。但是这个话一出呢，包括了投资圈或者是这些产业界的人士都有许多的忧心。首先，投资圈他们忧心什么呢？他说，如果川普的关税确定违法的话，政府得退回1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等于丧失每一年数千亿美元的收入来源，也会影响到投资人。再来就是对于产业的忧心，他们担心的事情是，关税战如果持续打下去，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压力大的，因为这位是来自于美国工厂的设备制造商的 CEO， 他特别讲说，当初呢，他的产业是需要这一些低成本的这些供应链，所以他先去了中国，再去了印度，没有想到这一回川普就实施了这个关税政策，那导致他一直得咬紧牙关去配合川普，现在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他的产品变得压力越来越大。这一场关税战，这一场官司，干哥怎么看？你现在打压我们中国，我们移到印度去做好不好？不好，印度现在被征的关税比我们中国还多。好，移到巴西去好不好？也不好。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对不对？对。你现在很简单嘛，就是因为在中国生产的东西，你都要加征25%到50%的关税。现在到现在还谈不拢，那我们移出去，把生产线移出去，谈何容易？说移就移吗？好，就是明天啊，礼拜三，最高法院他现在开始要干嘛？要来开听证会，来，我们对于联邦政府这样子加收关税到底合不合法？那川普就讲了，说装模作样，我本来要去的，幕僚也跟你们讲我要去，是不是？现在我本来是想要到现场去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说，看这些法官大人怎么对我的政策有什么说法。那现在我还是考虑不要去好了。为什么？我去到现场会影响这些执法人员，会影响这些法官啊！我还是不要干那种事情好了。不是，说句实在话，你到现场去，你只会捣蛋而已啦。你可能会把现场搞得一片混乱，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一句实在话，最高法院他今天要推翻就是 IEEPA IEEPA 是什么？就是国际经济权利紧急法案，这是容许政府在特殊状况之下可以特别的加税但你如果推翻了 IEEPA 的话，没关系。你知道川普他已经接下来大家都已经猜到他要搞什么了，这是第177条。如果这一条不行，他在援引那个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再援引这一条。这一条的内容是什么？这条内容就是我可以用总统行使联邦权力，加征15%的关税，可以长达150天。注意，这150天是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征15%的关税，长达150天。对，然后时间到了，我还可以再变别的把戏。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坦白讲穿了啦，就是说，川普他今天要这样干的话，你也没办法阻止他。所以他根本把最高法院看成 nobody， 他根本就不理最高法院的任何裁决，他可以不理会他，因为他是 president， 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他一定要这样搞下去的话，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他今天如果说真的被最高法院给推翻，说要赔钱，我们刚刚讲过了，
要赔1000亿的话，要用个案来赔，一件一件来申请的话，每一件纳税人都要负担6%的税金，那这样美国还得了？美国当然受不了，所以可能还是会容许川普继续征收这样的税金下去。但是你要知道，你用那个关税当武装的话，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你征收的这个税到底是不是能够帮美国的经济往上一步呢？对，我觉得现在看非常非常的难以看出结果，说不定对美国的经济反而是负向的压力，也不一定。